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完美诠释观众缘，作品多次重播仍是登顶第一。射雕预测票房18亿，超卧虎藏龙。热点洲际赛，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观众缘吗？有这样一部电影，从2021年到2024年，他在央视6套重播了整整10次，他就是诛仙一。诛仙一自首播起就一举夺得2021年电影频道第一季度收视率榜首，足见观众对他的喜爱。后续的重播也是屡创佳绩，收视率峰值一度突破 2.4142， 而最近的一次重播，收视率再次破2，达到 2.0623， 成功登顶全国同时段收视率第一。不仅在国内受到热捧，诛仙一在海外也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。它在多个国家地区上映，成功攻克了连韩流都难以征服的海外市场，登顶多地收视率。尤其是肖战，他凭借精湛的演技在全球狂吸粉丝，让诛仙一的影响力更上一层楼。这就是实打实的观众选择，遥控器的选择，证明了诛仙一是一部大家都爱看的优秀电影。而肖战作为国民实力演员，这几年凭借作品不断积累粉丝，拥有了更大的剧粉盘和更优秀的观众缘。肖战和诛仙一用实力证明了，好的作品和演员是会被观众记住的。期待肖战在25年春节档的新作品《射雕》，让我们一起见证他的成长和蜕变。射雕预测票房18亿，超卧虎藏龙，有望打破全球票房纪录。功夫片和武侠片曾经是咱们中国电影的骄傲，现在好像有点没落了，也不知道为啥。想当年，成龙大哥一部《醉拳》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好莱坞都得给他开门。李小龙的双截棍更是让外国人见识了中国功夫的厉害。那时候功夫片就是票房的保证，走到哪儿都受欢迎。现在的小年轻可能没见过那阵势，真是万人空巷，就为了看一场功夫电影。国际巨星可不是随便说说的，那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名声，不像现在有些明星包装一下就出来了，一点真本事都没有。功夫巨星那可是用汗水和努力换来的，他们的电影看着就过瘾，拳拳到肉，招招致命，不像现在的电影全是特效，一点真实感都没有。成龙的电影那是幽默和功夫的结合，看着让人捧腹大笑，又紧张刺激。李连杰的电影那是潇洒飘逸，动作行云流水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那时候的功夫片不仅仅是动作，还有故事，有情怀，让人看完之后回味无穷。现在想想还是觉得热血沸腾，恨不得自己也能飞檐走壁，行侠仗义。他们的电影影响了一代人，也让中国功夫走向了世界，让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。这是一种文化输出，一种民族自豪感。武侠那是中国特有的文化，刀光剑影，侠肝义胆，快意恩仇，是多少人心中的梦想。金庸、古龙这些武侠大师，他们的作品被一次又一次地搬上银幕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。武侠电影不仅仅是动作，更是文化，是情怀，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和侠义。那些经典的武侠电影至今仍然让人津津乐道，比如《笑傲江湖》，比如《天龙八部》，比如《射雕英雄传》。这些电影不仅仅是娱乐，更是艺术，它们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也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武侠片曾经是多么的辉煌，每一部经典的武侠电影都能够引起巨大的轰动。那时候人们谈论的都是电影里的英雄人物，都是那些精彩的武打场面。武侠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，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心中。它代表着一种精神，一种追求，
一种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经典的武侠电影仍然让人热血沸腾，那些英雄人物仍然让人心生敬佩。武侠不仅仅是一种电影类型，更是一种文化传承。卧虎藏龙，那是华语电影的巅峰之作。李安导演用他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中国武侠的魅力。周润发、杨紫琼、章子怡这些优秀的演员，他们的表演更是为这部电影增色不少。这部电影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在国际上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。它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武侠的魅力，也让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。还记得那些经典的武侠电影吗？少林寺、黄飞鸿、方世玉，这些电影陪伴了多少人的童年？那时候，我们都梦想着成为武林高手，行侠仗义，锄强扶弱。武侠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梦，一个英雄梦。现在，武侠电影好像没落了，很少有好的作品出现，这让人感到惋惜。希望有一天，武侠电影能够再次崛起，再次给我们带来那些精彩的故事，那些感人的情怀。徐克导演那是武侠电影的领军人物，他的作品总是充满着想象力和创造力。从《蜀山传》到《狄仁杰》系列，他一直在尝试新的东西、新的技术、新的表达方式。他对于武侠电影的热爱和执着让人敬佩。肖战，新生代的演员，他的演技和人气都备受肯定。他的加入为这部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观众。徐克和肖战的合作无疑是一次强联手，他们的合作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？这让人充满期待。《射雕英雄传》这个经典的，在徐克的手中会焕发出怎样的光彩？这让人拭目以待。这部电影承载着很多人的希望，希望它能够重振武侠电影的雄风，希望它能够再次点燃人们心中的武侠梦。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，更是一种传承，一种对中国武侠文化的传承。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成功，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武侠，喜欢上中国文化。希望武侠电影能够再次辉煌，再次成为中国电影的骄傲。肖战的粉丝们更是对这部电影充满了期待，他们相信肖战的表演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。他们也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成为肖战演艺事业的又一个里程碑。徐克导演的武侠电影总是能够给人带来惊喜，他的想象力，他的创造力，他的对武侠文化的理解，都让人叹为观止。这一次，他将会如何演绎《射雕英雄传》这个经典的故事？这让人充满好奇，也充满期待。这部电影将会是一部怎样的作品？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？它会对中国武侠电影产生怎样的影响？这些问题都将在电影上映之后得到解答。18亿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现在电影市场竞争这么激烈，想达到这个目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春节档那更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各种大片云集，观众的选择也多，能不能脱颖而出，就看电影本身的质量，还有宣传的力度，运气也很重要。谁知道观众会喜欢什么呢？现在观众的口味也越来越难以捉摸了。有时候你觉得这电影肯定火，结果票房扑街；有时候你觉得这电影一般般，结果票房大卖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现在电影市场拼的就是流量，有好的，有流量明星，票房就不会差。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也不能完全这么说，毕竟电影最终还是要靠质量说话。如果电影本身不好看，就算有再大的、再多的流量明星，也难以获得观众的认可，最终还是会被市场淘汰。18亿的预测也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，反正我觉得有点悬。我也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大卖，毕竟
武侠片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爆款了，如果这部电影能够成功，对于整个武侠片市场来说，都是一件好事，说不定能够带动武侠片的复兴，让更多的人关注武侠，喜欢武侠。现在电影市场的变化太快了，谁也说不准未来会怎么样，也许这部电影真的能够创造奇迹，达到18亿的票房，也许最终的票房会低于预期，这都很难说，我们只能拭目以待，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。武侠电影曾经是多么的辉煌，现在却逐渐走向没落，这让人感到惋惜。武侠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，它不应该被遗忘，它应该继续传承下去，发扬光大。如何让武侠电影重新焕发生机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武侠电影需要创新，需要新的故事，新的表达方式，不能总是炒冷饭，重复那些老套的情节。这话没错，创新也要建立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，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，丢掉了武侠的精髓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武侠？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故事？这需要我们去了解、去研究、去探索。只有了解了他们的需求，才能创作出符合他们口味的作品，才能让武侠电影重新赢得他们的喜爱。武侠电影的未来在哪里？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也许它会在新的时代找到新的方向、新的表达方式，也许它会逐渐消失，成为历史的记忆，这谁也说不准。我们只能默默的关注，默默的期待。也许未来的武侠电影不再是刀光剑影，而是更加注重内心的表达，更加注重人性的刻画，更加注重精神的传承。也许未来的武侠电影会融入更多的现代元素，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活，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希望武侠电影能够继续存在下去，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故事、感人的情怀。因为武侠不仅仅是一种电影类型，更是一种文化，一种精神，一种梦想。